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工作效率稍稍好了一点，就是没有达到上周一的那个高峰期，但是我是这么跟自己说的，说这就是当时拖延症的附件，就是我从高峰上掉到也不算低谷吧，不那么 productive 的一个阶段。然后既然是附件的话，我一开始肯定不能上特别大的重量，我要一点点往上加重量，对吧？所以今天事情完成了一半 ，it's great， 也挺不错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就是版主在座谈会上有讲说，就是 everything's a vibration， 就是它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然后他说最脆弱的状态其实是一条直线，因为就是你把一个有高有低的东西拉成一条直线，它的 tension 一定是特别大的，也就是说它是特别脆弱的一个状态。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说，那是不是说明自律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个伪命题？自律的状态一定会被打断，就是它不是可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学习如何自律，不如说学习如何复健。说到哪了？就是比起自律更重要的是如何就是复健，如何再回归你最好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难度不算大，就是你每天一点点往上加重量就好了。比如说今天完成30%，明天50%，后天70%，调回50%也没关系，你大致只要这个状态是往上走的就行，就中间肯定会这么往上走。你股票你也不是直着蹭着往上涨，你是这么一点往上涨，对吧？就是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之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律，就是你会接受你状态的起伏，在低处之后你知道怎么把自己拉上来，并且拉上来这个过程心态是稳定的。 OK， 这个就是关于拖延症附件的一点想法。然后我还想就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谈的一点，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会走上灵修这条路，而不是继续研究心理学。就我在成年以前，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那阵子，对心理学其实蛮感兴趣的。为什么感兴趣的呢？就要说回我打小时候另一个算特异功能吗？其实我听说好像摩羯座都有这种功能。就是我小时候，我看我身边所有的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都是傻逼，就我完完全全我看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好虚伪啊，就那种小屁孩那种虚伪。就是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幼年时期，身边的挺多小孩都是单纯但是又虚伪的，很怪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可能爸妈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吧，就我一直特别想要玩具和孙悟空的漫画，他们也一直不给我买，导致我在幼儿园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然后我的人缘就不太好。一直到小学入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刚入学1-2天吧，我就说 OK Esther， 你很擅长揣摩人心，我就说 I'm gonna take a good use of it， 然后我就会特别专注于研究说怎么利用我能洞察身边人什么尿性的这个特点来去跟人打交道。然后小学几年之后，这个就炉火纯青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能看得清身边的人，我也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最后我还是最后走上灵修这条路呢？是因为我觉得心理学它不透彻。就我特别喜欢看版主视频的一点，就除了 She teach me how to live a better life, She coach me how to live a better life 之外，就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把我就是知识体系跟知识体系之间那个空隙，他用他的灵媒感官他可以补上。就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不那么喜欢心理学。就是比如说我很感兴趣关于人格分裂这个事情。这么说吧，就是人格分裂心理学给不出依据，
最后给出的一个感慨就是，哇，人的大脑好神奇，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拉丁文的人在某种什么昏迷状态下，他能突然说出拉丁文？就这个事情，其实用现在的物理学方法思考，它是不符合热学第一定律的。见到这里，快速的补充一下，热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热学第一定律讲的是我们整个宇宙的能量它是一，然后为什么就是这其实也是平行宇宙这个理论发起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说人为什么不能做时光旅行？就假设你当前的我们这个当前的世界，这个当下，它的能量是一，然后你走了，这个能量你少了你一部分，你这个热量，你这个人的热量还好，问题是你从这个时间点跳到了，比如说你跳到你出生之前，出生无所谓，跳到50年后这个时间点上，那么这个时间点的热量就是一整个时空的一再加上你，这个时候宇宙就爆炸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这个时空穿越发展出了一个平行宇宙论。就我们是说这个宇宙是一啊，但是它有很多个平行时空，假设这是3个平行时空，你其实不是从这一条你的时间线跳到这儿，这不就大于一就爆炸了吗？你是从这个宇宙的时空穿梭到这个宇宙去，这样的话就是这个3，假设是3的总和它还是一，你怎么跳它的能量总和都是一，这样它就不符合，这样它就还符合热学第一定律。OK， 那么说回人格分裂的事情，这个人他突然这辈子没有学过拉丁语，他突然会讲拉丁语了，这个其实就是能量大于一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这个人你要学习拉丁语是要花费能量的，那么你突然没有学过拉丁语，会说拉丁语了，这就说明你当前时空，就是你学习拉丁语需要热量嘛，就相当于你会说拉丁语，相当于这个宇宙突然凭空出现了这部分热量，那这个宇宙不就爆炸了吗？但是这个人他在昏迷中会说拉丁语，并没有导致这个宇宙爆炸，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它本来就 it's there, it's right there， 就是在他可以说在他在他投胎之前，这个东西就在那里了。就是如果用热学第一定律来解释人格分裂这个事情的话，那它其实要么是人格分裂不靠谱，要么是牛顿的热学第一定律不靠谱。OK， 最后但是版主给出这个解释，就把这2个知识点给打通了。比如说你这个人突然会说拉丁语，或者突然蹦出来一个人格，多出来这一部分热量，是你的前世记忆。That makes sense. That makes total sense. 然后，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更关注灵修而不是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没有办法给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它还是个科学，它没有办法给出根本的彻底的解释。这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理论透彻的原因，也是我有点 complain about， 我觉得版主现在这个 vibration 的理论很接近这种透彻感 but not quite there。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我会尝试去做，就是我已经理解的部分我会尝试去做，我也会记录他给我的如果尝试去做的话，我就要另外拿出3个月来尝试了，就是不一定。之前班主给出说每个功课也要花3个月去做，我这不算是面对功课，我算是用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功课。所以我的打算是，我听明白的地方我会去记录觉知，我会看看这个东西 play around with it， 但主力我决定还是走较老的路子，因为它虽然笨拙，但它比较透彻，就是这个东西我比较玩得明白。就是接下来我感觉爱自己课程要不先放一放，
我在想，要不接下来去研究关于丰盛感的那个网课，研究丰盛感这个网课的 at the same time， 我会记录自己的状态。为什么要记录自己的状态？插一句啊，就是班主这个座谈会把 vibration 摊开成一个彩虹一样的光谱。我们就是这其实光谱就是 vibration 了，因为我觉得只是你不太好去丈量自己的振动，但是你很好归类于自己是什么颜色。然后我观察自己的状态，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我观察一下自己是什么颜色。比如说现在凌晨2点半，我觉得我的能量大概是橙色、黄色，但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大概就是蓝色、紫色那一块的，就是能量很低。虽然我也问班主，我说我这种情况，我这种夜猫子的情况，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可以通宵做事儿，然后白天睡觉？他说没问题。虽然工业时代告诉你说你早睡早起，但是觉知时代其实你任何一个作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还是没有这个勇气睡得太晚，虽然我现在睡得越来越晚了。Anyway， 今天大概就讲那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